因同村的张磊肝衰竭，需要移植肝脏才能活下来。我那善良了一辈子的妈妈就跪地求我，要我捐肝给她。为了妈妈的脸上重新绽放笑颜，我点头同意。可是妈妈却在我捐肝后迫不及待地为我办理出院手续，导致我伤口感染。但是妈妈却依旧不肯带我去医院看病。爸爸摔成植物人，奶奶也被妈妈锁了起来，无人能帮我。妈妈在我床前一遍遍地重复：乖妮儿，死了就不疼了。终于我死了，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竟重生在妈妈跪地求我捐肝的这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张大妮，你到底有没有人性？你雷子哥才18岁，你怎么忍心看着他去死？你不过是切下一块肝捐给他而已，又不是真要你命。妈妈跪在我放学回村的必经之路上，路两侧围上来不少看热闹的村民。我妈这是在逼我不得不同意捐肝。当看热闹的大娘一口啐到我身上时，我脑海中关于前世的记忆瞬间翻涌上来。那时我没能抵住妈妈的哭泣和看热闹村民的压力，将我的肝捐给张磊。结果在我捐肝后不久，爸爸就因为安全绳质量问题，在高空作业时出事摔成了植物人。可妈妈哭泣着说包工头也不容易，坚决不要赔偿，甚至还劝阻其他出事的工人家属不要闹事，人家也不容易。我们要收下这钱，那成什么人了？人个有命罢了。在人前，妈妈是一副良善女人的形象，悉心照顾爸爸，但在无人看到的角落里，妈妈却将爸爸扔到厢房里，又把奶奶锁了进去。一个废人，一个死老婆子，给你们一间房都算便宜你们了。我因为伤口感染卧床不起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奶奶他们受苦。我口吐鲜血，哭求着我妈，要她对奶奶和爸爸好一点。妈妈却神情狰狞：乖妮儿，死了就不疼了，别想这么多。我死不瞑目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其实我也配行了，只可惜我年纪太老了，哪里配给雷子捐肝呢？没想到天可怜见，竟然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既然这样，那这次换妈妈来捐肝吧。前世她那么喜欢道德绑架家里人，让我们受尽苦难，如今也该轮到她被绑架了。这次我定要护住自己，更要护住我的爸爸和奶奶，绝不会再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。我连忙抱住我妈的大腿，痛哭流涕：妈，求您别这样。其实您带我检查身体那天，我看到了您的化验单，您也和雷子哥配型成功了。您知道奶奶一定不会让我捐赠，所以才故意这样说，就是为了到时候好退而求其次的让奶奶同意您捐肝。妈妈被我说得愣在原地，也没想起来反驳我话里的漏洞，就被村子里大喇叭的二婶子接过了话茬：哎呦，了不得哟，德发家的，你这觉悟可真够高的。二婶子冲着我妈竖起大拇指：这种从身上拉开一刀就陌生人的事，你也肯做？二婶怎么能是陌生人呢？我妈说了，咱们是一个村的，那就是一家人，对吧？妈，我反驳完二婶，用崇拜的眼神望着妈妈。我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妈妈了。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，甚至已经有几个阿婆过来扶起了我妈。德发家的，你可真是心善。你放心，要是你婆婆不同意，那我们几个老姐妹就好好开导开导她。就是啊，可不能没觉悟，拖你的后腿。这一连串下来，如今成了我妈妈骑虎难下了。看到我妈面露难色，我这个贴心小棉袄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：妈，
我现在就把你要捐肝给雷子哥的消息告诉张望书去。不等我妈说话，我撒丫子就朝着村东头张望书家的方向跑。这张望书就是张磊的爸爸。张望书，婶子，我妈的肝源和雷子哥匹配上了，雷子哥有救了。我拍打着张望书家的大门，将这一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们。张家婶子喜极而泣，落下泪来。只是张望书的表情却有些奇怪。我知道张望书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，因为他和我妈有奸情。幼时我曾经看到妈妈和张望叔叔钻了村子里的高粱地，后来上生物课的时候，我才猛然意识到他们当时究竟在做什么。张望书抽了一口旱烟，然后重重叹了口气：你娘她这样做，你爹和你奶能同意吗？哦，原来他不是心疼妈妈，只是害怕我爸爸和奶奶会不同意呀。想想也对，如果张望书真的心疼我妈，又怎么会心安理得接受我妈妈那么多的馈赠呢？其实我家在村子里不说是数一数二的富户，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了。但自打我有记忆起，我就几乎从未吃过什么好东西，穿过什么好衣服，因为属于我的东西都会被妈妈拿去送人。不仅对我这样，妈妈对家里所有人都如此。妈妈曾说过，大家都是乡亲，就应该能者多劳，能帮就帮。她会因为其他孩子的一句喜欢，就把奶奶心为我织好的毛衣送人。她会因为别家婶子的一句腰疼，就把爸爸特意为奶奶买来的特效药送人。她会因为别家叔伯想喝酒，就私自将爸爸准备送给包工头的酒水分出去。日复一日，妈妈营造出一副菩萨心肠的形象，可在家里，妈妈总是撒泼打滚。她要求我们全家人配合她做善事，如果我们不同意，她就哭泣着大骂我们。我就知道我是外人，你们一个两个都不把我当回事，都欺负我，我不活了。心疼妈妈的爸爸哪里受得了她的寻死觅活呢？自然是更加卖力出门打工，来成全妈妈的善心。我曾一度以为妈妈是真的心善，甚至想过和她一起做好事，直到让我听到她和张望书的谈话，我才知道妈妈的善良是有目的的。望哥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对全村人都好，那就有理由对你更好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摔断腿。我这心里可真是不好受，我心疼。张望书搂着妈妈，看到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。张望书，您要是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，那就把年前我妈送的那半扇猪肉还回来呀。我家也不过养了2头猪，一头拿去卖钱给我缴学费，一头自家过年吃。只是过年吃的那头却被我妈第2天送了半扇给张望书，美其名曰雷子哥身体弱，要补补。可我的身子也并不强健啊，为什么妈妈不肯看看我呢？罢了，钻牛角尖是没用的。这些事情原本我为了家庭不散不敢说出去，如今我知道说出去情根深种的爸爸也不会信，那我只好用我自己的办法守护好爸爸奶奶和自己了。张家婶子听到自家男人这样说，也神情恳切地握住我的手。大妮儿，你跟婶子说，你妈真的愿意给我家雷子捐肝吗？你奶他们又能同意吗？我反握住婶子的手，神情比她还要认真。婶子，您就放心吧，这10里8村的，谁不知道我妈的美名啊？她肯定会让我奶他们同意的。婶子这才放下心来，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刚出张望书的家门，就听到婶子似乎将什么东西摔到了地上。张望，你还敢跟老娘说你和张翠花没奸情？
他如今可是连心肝都愿意刨出来给你了。行了，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了。他怎么做是他的事，我心里可是只有你一个呀。后面的声音我就听不到了。原来张家婶子也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只为了心安理得接受我家的东西吗？只是不知道这村子里到底还有多少人明面上夸我妈是活菩萨转世，心里却在唾弃她的烂好人呢。回到家里，气氛果然格外沉重。我爸满面愁容，而我奶却气得直拍桌子。张翠花，你如今还怀有身孕，双身子的人怎么能把肝给别人？我爸看了看我，然后欲言又止。我知道我爸的意思，他是想让我把肝给出去，这样他的宝贝老婆既不会身体有事，也能保全好心肠的名声。和妈妈相比，我在爸爸心里的分量显得格外无足轻重。我爸刚要张嘴，却被我奶重重杵了下拐杖，给吓了回去。疼老婆是好事，但你也该想想你亲生女儿。张德发，做人可不能糊涂啊。总之，这肝咱们家不捐，任谁来说都不能捐。我妈干脆故技重施，躺在地上打滚。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。她二婶子把我送回来，全村子的人都知道咱们家要给雷子捐肝了，这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你们可是看着雷子长大的呀，怎会这么恶毒？眼睁睁看着他去死。奶奶搂过我，反驳道：那你肚子里爬出来的肉，你就不心疼了？大妮她才17岁，我奶想用拐杖打醒这个拎不清的儿媳，却被我爸抗了下来。妈，你也少说几句吧。翠花这人就是心善，呵，这样拎不清的爸爸，我都不想管他了。就在我爸和我奶剑拔弩张的时候，我妈妈轻飘飘说出和上一世相同的话：我把孩子打了，孩子还会有的，但是雷子的命只有一条，马上就要春种农忙了。张望家的劳动力少，不好照顾雷子，我打算替他们夫妻照顾雷子，这也算是乡亲间的情分。德发，你一向懂我，你不会怪我自私把孩子打了吧？我妈泪眼朦胧地看着我爸，果然我爸心软了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：哎，我懂你。奶奶见状，只能摇着头出厨拐离开，望着桌子上没动几口的饭菜，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妈，我要向您学习，知恩图报，以后我也要这样对我的恩人，为了他不惜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家中长辈的担忧。我这话说的没头没尾，引来我爸的兴趣。什么恩人？爸您不知道吗？我还以为妈跟你说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我还以为妈都和您说过了呢。有一回我妈去河边洗衣服，不小心摔下河了，是张望叔跳下河把妈妈捞起来的。我装作回忆的样子，还是张望叔为妈妈做人工呼吸，才将妈妈给彻底救活过来呢。我妈的眼神变得格外阴冷，但很快再次换上那副泪眼朦胧的表情，想故技重施靠在我爸的肩头，却被我爸侧身躲了过去。我曾在村口大树上摘鸟蛋的时候，听村头的婆子们八卦，张德发能娶到翠花，你猜猜他砸了多少钱？砸多少钱？那也是人家有钱砸。要是像张望那样一穷二白的，和村花关系再近，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成为别人的老婆？就是说呀，还是有钱好。我爸叫张德发，我妈叫张翠花。妈妈曾心情好的时候，哼着小曲和我说她是村子里的村花。其实不用妈妈说，我自己也能看出来，妈妈确实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美人。后来我钻高粱地玩，然后看到我妈行色匆匆，跟着张望叔也钻了进来。翠花，我好想你。望哥，我也是。透过高粱地农作物间的缝隙，我看到妈妈脱光了衣服，
发出奇怪的声音。要不是老子腿摔断了，需要医药费，你也不至于嫁给别人。张翠花，跟老子说说，他是怎么弄你的？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我本能觉得不是什么好话，因为张望舒把妈妈惹哭了。冤家，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幸好有那3万块彩礼给你治病，要不我可怎么办呢？我几乎不让他碰我，这不是把他赶出去做工了吗？我只属于你，要是哪天让他发现了，我就离婚。妈妈的脸上又浮现了笑意，我想冲上去帮妈妈的心思淡了下来。我知道什么叫离婚，隔壁的胡子爸妈就离婚了，把他扔给爷爷不闻不问。我不想那样，我要做有爸妈的孩子，我要替妈妈保守秘密。后来再大一些，我听到醉酒的爸爸嘟囔：翠花，我知道你曾经中意张望，我也知道你要3万彩礼是为了给他治病，我都满足你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会放下他，真正接受我吧？我不懂爸爸为什么会这么卑微，但我知道爸爸心里还是有一根刺。如今我和我爸说了在村子里闹得近乎人尽皆知的人工呼吸事件，我爸果然如鲠在喉。好半天，我爸嘴里才吐出一句埋怨：翠花，你怎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？我妈继续上前，倚靠着我爸的肩膀。德发，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？你说大妮这孩子也是的，这种让你担心的事情也往外说，一点不知道关心爸妈，都怪我没有教育好他。我就知道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妈都会把事情甩到我的头上，而我爸爸也会照盘全收，依照着我妈的意思训斥我。张大妮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罚你今天喂猪。说完，我爸搂着我妈离去。果然，我爸还是被我妈拿捏得死死的，光靠这样嘴巴说说，他是不会对我妈死心的。在喂猪吃食的时候，奶奶杵着拐杖从我身后走来。梦梦啊，奶奶没本事，管不住你这个倔脾气的妈，让我们梦梦受委屈了是不？梦梦，是啊，我叫张梦，不叫张大妮，但我妈非说贱命好养活，所以从那以后，当着她的面，所有人都叫我大妮、妮儿。我也并非脑子不灵光，我甚至考试成绩常年排在年级前10，可这些我妈都看不到，她的眼里只有张望舒家的孩子张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当初的张梦了。我曾经为我妈的这份虚无缥缈的母爱付出了生命，如今岂会在意她？奶奶才不是没有本事，我很庆幸有您这样的奶奶，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以后挣好多钱来孝顺奶奶。在我的哄劝中，奶奶的脸上终于重新展露笑颜。第2天，我妈要为雷子哥捐肝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村子，这自然是大嘴巴二婶子的功劳。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姥姥竟然冲到我家里，给了我妈一耳光。那可是从我记事起，从未来过我家的姥姥，还是曾经爸爸去姥姥家送年礼，我才偷偷见过她几面。如今她怎么过来了，还打了我妈？张翠花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。我妈捂住脸，怒视着她的母亲，然后突然痛哭出声，大力撕扯着自己的头发。我还要怎么有良心？当初要不是为了躲你，望哥也不会失足落下山崖。我只恨这一幕只有我看到，而爸爸和姥姥出门农忙去了。妈妈恶狠狠地看着她的母亲，那是我辛苦生下的孩子，我却要偷偷摸摸给她喂奶，就为了怕你发现。这一切都是怪你，我要和你断绝母女关系。我妈气喘吁吁地持续输出着，要不是怕被你发现，望哥怎么会慌不择路，抱着磊儿摔下山，把腿摔断？就是因为你，我的磊儿身子才虚弱成这样。姥姥气得指着妈妈的手都在颤抖。
你这叫无媒苟合呀，用不着你管，我要和你断亲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